教授好。你好，来欢迎，请坐。请问是郭颂峰同学吗？那个字是秉，就是秉公处理的秉。哦，好，秉峰同学，抱歉我看错字了。那下次可以请你把字写好看一点吗？好，但我希望不会有下次了。好，秉峰同学，你知道我们在大学端在阅读你们的备审资料的时间是很有限的，所以呢，我们一直希望同学们能够呢重质不重量。不过你的备审资料足足有500页，比我的博士论文还要厚呢。虽然显示出呢你的这个付出了很多心血在写这些资料，但是呢，我们是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够仔细看的。是。看得出来呢，你对我们系呢非常的有热忱哦。那我看了你的这些资料除了经济系以外，你还申请了财经系，还有管院的其他的科系。是。好了，那请问一下，如果你同时申请上财经系和经济系，请问你会选哪一个系呢？我应该会选经济系。哦，为什么呢？因为国立台湾大学经济学系是一个积极新创、课程齐全、学术实力雄厚、办学特色鲜明，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这个人你知道他等一下还有英文面试吗？科技实力拥有世界一流的师资力量与实验室，各种排名均位于世界前列。欢迎各位报考国立台湾大学经济学系。你不相信我刚才讲的这一大串复制文吗？没关系，让我们请教授现身说法来告诉你经济学是什么，而经济系又有什么样的特色以及优势。Hello， 大家好，今天不得了了，我们邀请到台大经济系非常重量级的人物。首先第一位是我们的系主任陈旭升陈教授，接下来是我们的副主任谢志生谢教授。大家好。然后请问两位教授是，你们觉得经济学是什么样子的一门学问？很多人对于经济学或经济学这东西在学什么，好像会有比较宽广大一点的定义啦。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一个稍微窄一点点的方式去看它，就很简单。其实经济学就是什么东西，就是在学习有关于人的一个经济的行为，还有就是整个经济的运作的一个学问。那什么是经济的行为？就很简单嘛，比如说你去 Seven 买个东西啊，对不对？那你那个东西为什么会放在 Seven 的架上？那就是因为有人把它生产出来嘛。所以包含这种消费啦、生产这些行为，基本上就是所谓的经济的行为。那至于我刚才讲到所谓的经济的运行，基本上就是很简单，其实就是我们在整个经济体系里面，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市场，对不对？我们有这个商品的市场，我们有劳动的市场，对不对？我们有这个金融的市场。那我们学习经济学这个一个学科，主要就是想要来了解说这个经济行为跟整个经济体系的运作是怎么一回事。对，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我猜可以再补充的是说，其实现在经济学讨论的议题已经不是那么只局限在跟经济有关的行为，所以泛指就是说人一生中他可能会做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决定，可能有些是跟经济有关，有些跟经济无关，甚至就是你要怎么样组成你的家庭，或者是说你要怎么样去规划要在哪里居住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些行为，其实现在也都是在经济学的一个分析的一个范畴之内。那经济学另外我可以额外说的就是，我觉得经济学应该算是社会科学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它的特色就是它非常的多元，非常的包容。那所以政治学、社会学他们讨论的议题，其实也是我们经济学家关心的。那我们使用的这些分析方法，其实也跟自然科学有一点关系。就是例如说自然科学他们可能会建模型，那我们经济学也会建模型。那自然科学他们可能会做实验，那经济学也做实验。那他们可能会分析资料，那我们经济学也会分析资料。所以我觉得纵观来讲，我觉得经济学就是一个以科学的方式去研究个人、组织这些不同的决策单位，他们怎么样去做决定，怎么样去做他们的行为。那还有就是彼此之间这些决策单位之间的互动。两位当初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契机而跑来读经济系或是读经济所？好，我比较特别，我当年其实我大学念的是会计系。我们那个年代高中生其实对于大学其实是完全一无所知，分数到了能够填上什么系就照着排名照着志愿去填，然后就糊里糊涂就进了会计系。对，
那进去之后念了1年之后，就发现说，这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不是我想要念的一个东西了。对，那其实在过去台大的管理学院跟台大的经济系都是一起在台大的法学院，就是在徐州路那边一起在那边上课，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去经济系去修课。那我去经济系修课之后，就发现说，第一个就是说经济系的老师相对，当然这是过去了，对不起，经济系的老师相对会计系的老师都是比较有趣一点。对，我们先不讲课程内容，就是至少他们在上课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教学热忱，在我那个年代，经济系的老师的教学热忱是远高于会计系，所以你会感受到那种他们对这个学科的热爱。那你进而就会想要去了解说，那为什么这学科会让一个在上面教这门课的人会那么的有这样一个热情来教？那我就会多花一点时间去，就发现说，其实经济学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东西，至少对我而言，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它不需要你去记太多繁琐的东西。那经济学对我而言，就是说你只要能够掌握一些主要的相关的这个理论，那很多结论基本上你都可以透过推理而得知，而不需要去记一些很繁琐的一些细节。这是我一开始的印象，对经济学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来这里。那第二点当然就是我自己个人本身，我其实一直对于总体经济的议题一直都很有兴趣，所以其实我在大2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想要念经济学研究所，而且我就想要钻研总体经济学。其实我在2004年刚回台大经济系教书的时候，那时候刚好也有同学就请我稍微比较一下，说管院跟经济系有什么不一样。那我那时候的回答，我觉得我到现在如果再问我的话，我还是会这样回答，就是说对我来讲，管院各个科系，不管是你说财经系也好，会计系也好，国企系、工商管理，这些科系基本上他们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都已经有一个很确定的要走的一个专业。那相对而言，我就会觉得它就比较像是你已经确定要去逛某一个商品的一家店。那对我而言，我说经济系比较像是一个百货公司，也就是你进到经济系之后，基本上你可以有琳琅满目的柜位可以让你去选择，让你去看，去选择你想要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是像刚刚讲的是管院的这些科系的话，它可能一开始就蛮明确的，尤其是会计系就很明确的，它就是卖这样的东西，你进去里面就通通东西都是同质性非常的高。那我个人觉得，以一个念大学来讲，其实应该要选择一个比较多元、比较相关、比较丰富一点的科系，其实我个人会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2位教授，你们觉得有什么样子特质的人适合来学经济学？我其实很不喜欢这个问题。我觉得学习经济学的最重要的是兴趣跟能力，我不觉得说有什么样的特质的人他适合念经济学，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齁。那也就是说，所谓的兴趣，其实就是说，你如果真的对于就是你听到的这个大大小小的经济议题，你真的觉得这东西有触发到你心里的某些东西，譬如说我们前一阵子谈到蛋价在上涨，那你会想说，为什么蛋价会上涨？那为什么会缺蛋？如果你心里真的有这样一个疑问，那就代表说，你对于经济学的东西其实是有一点点兴趣的。那至于另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能力，有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念经济学是不是数学要很好或怎么样？那我个人觉得是不需要。以高中数学来讲，你如果不是完全的不喜欢，或者说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掌握它，怎么念就是念不好。那只要你稍微数学的基础的能力有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念经济学了。那所以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兴趣跟能力。至于我不相信有什么所谓的这种特质，就是有的就是命中注定就是可以念经济学，有的命中注定就不能，这个我倒比较没有这个想法。我想大概我跟主任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说没有人什么是说比较适合念经济学，因为毕竟在经济学里头，大家可能会学到一个观念，就是一个比较利益嘛，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或许来念经济学，他会比较容易上手。那当然，这可能就是刚刚主任提到，就是说，也许有些人他数理能力比较好，他有比较好的逻辑思维，他比较有办法从一个复杂的系统当中找到一些规律，他有办法抽丝剥茧，
就是这些能力，我觉得其实都是一些无形啦。当然，就是也许每个学生都可以看看说自己在从小到大在学习不同的学科的时候，是不是自己比较有这方面的能力。那我觉得，假设你觉得是在这方面你是觉得自己比较有专长的，那我相信你来学经济学，应该会觉得好像如鱼得水一样，就是非常容易就上手。对，那所以主任觉得说，只要不讨厌数学，那你就可以来学学看经济学。那当然就是说，到了以经济系来讲，其实我们需要的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基本的微积分嘛。就是说，也许本来在高中是理组的同学，可能就有学过微积分的。那如果没有，其实上了大学，我们经济系也有对于微积分有一个必修的要求。那如果你学会这个基础的微积分，然后有一点点线性代数的基础，基本上我就觉得你大概经济系你可以念得很顺利这样子。是，那社会上有很多人会认为说经济系就是一个典型的大文组。那两位教授，你们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如果以要探究的主题，就是说你想要了解的事情是什么，那当然不可否认经济系是个文组啊。我们想了解的是经济的运作，譬如说你想了解货币政策是怎么在执行的，你想了解就一如我刚才在讲的缺蛋的危机是怎么样造成的。那所以如果从主题来讲的话，经济系本来就是个大文组啊，这是事实啊。但是从这个怎么切进去思考这些问题的话，那不可否认就是经济学跟其他的社会科学，譬如说我们说政治啦、法律啦或社会系啦，就不太一样。那我们会比较以经济模型，而且大多数就是一个数学模型的方式去思考这些问题。那如果说从这个怎么去切入、怎么去思考这些问题的方法来讲的话，那我当然不觉得可以把经济系定义成是所谓的文组呀。我想可能题目这部分大家有很多不同的定义啦，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大文组指的是说，以高中生来讲，假设他们在选择他们高二之后，他们要分他们到底是属于偏文还是偏理。假设是以那个定义来讲，就我是不同意说经济系只是适合文组的学生，因为其实就我们现在招生的方式，我们其实也会招很多所谓的自然组的学生，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现在经济系的学生是有不同的背景。那我觉得我们课程的规划跟课程的内容其实也是蛮适合两个类组的学生都来学经济学。你不需要觉得说好像我一定是高中的时候我就是选社会组，然后我才来念经济学。假设你高中的时候选的是自然组，也是非常欢迎。是的。谈到经济系从111学年度开始申请入学之后分为 A、B、C 3组，很多人就想知道说，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子分？某种程度上，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招收到多元的学生。对。好，那另外一个大新闻是我们从去年开始呢，分发入学参采了物理，请问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当初是基于什么样子的理念，我们去大刀阔斧的去参采了物理考科吗？看这个物理，这个其实是在分发入学的那个管道啦，就是说你必须要考过7月的那个分科考。我们其实也在这个分发入学的时候，我们采取了2组制，就是我们有分 A 组跟 B 组。那背后的逻辑就跟我们的这个申请入学一样，我们想要收多元的收不同背景的学生，所以 A 组就是对应到自然组，然后 B 组对应到社会组。那我们当初在没有考虑放物理的之前，我们其实是看数甲跟自然。那自然其实是你学测的时候就考了。那假设说我们等到你考完7月份的这个分科考之后，我们还是用自然来当做你入学的标准。那等于是说，学生假设当初在学测的时候自然没考好，那也就没有再一次的机会。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看一下你7月份的那个分科考的其他的科目。那其实在经济学的学习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机会，我们都需要去建一些简单的模型，去了解一些复杂的实际的社会的现象。那我觉得建模的这个概念，其实在物理学里头也是广泛的被应用。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委员会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好像学物理学得好的人应该来学经济学也会学得不错，所以我们决定就是采取也看物理这个科目。那台大经济系在这几年也开办了全英专班，那我们想知道说这个全英专班的招收客群是哪一些人，而这种国际化能为本地生带来什么样子的好处或是机会？全英专班基本上我们大概目前来讲，我们每年大概招大概将近20个人左右。目前我们来自的国家的分布，像日本、印尼、泰国、南韩跟越南。
然后还有一些东欧、东南亚、中南美的一些国家的学生。那基本上全英专班的一个好处就是说，经济系有些英语授课的课程嘛。那其实我们本地的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去修这些英语授课的课程。那在课程中，自然你就会有比较多的机会可以跟这些来自于国外的同学可以有多一些交流。我觉得台大未来其实要走的方向很明确啦，就是国际化。我们也一直在推这个所谓的英语授课 EMI 课程。那我相信在未来绝对会有更多科系跟经济系一样会有这个所谓的全英专班。所以我觉得我们经济系是走在前面。那我觉得学生就是要利用这个我们一定有这个全英专班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那可以多一些跟国际生的这样子一个交流，拓展自己的国际视野。好，那高中生的朋友们，他们也可能会想要知道说，经济系的课程规划有什么样子的特点？我应该这样讲，台大经济系的课程规划有什么特点？就是说实话，如果以经济系来讲的话，台大经济系跟台湾其他大学经济系其实差异相当的大。那我们这边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必修的学分非常少，就是我们的核心的课程最主要的就是，当然你在大一的时候必须要学这个微积分这样的一个必修的课程之外，接下来其实就主要就是有关于经济学的重要的课程，就是经济学原理、个体经济学、总体经济学，那当然还有就是统计学。那除了这些课程之外，基本上我们的设计就是，你只要修了这些核心的课程之后，那按照你自己个人的兴趣，你可以走这个不同的这个领域。那以我们现在在设计的领域来讲，一个跟传统别的学校的经济系比较类似的，就是说货币银行学啦、国际金融啦，或者说财政学一类的，比较倾向于它是一个所谓的政策的领域。就是说你学这些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上可能适合的是，譬如说你可以比较往公职的方向去发展。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财务经济的这个领域，就比较适合同学，如果将来是希望能够进入到银行业啦相关的这个金融产业的话，那财务经济领域就适合你。那当然我们台大经济系尤其特别，就是我们其实会继续深造，就是继续念研究所的学生，甚至会继续念博士班的学生，其实占的比例相当的高。那所以我们在课程设计上，我们有另外一个领域，就是比较倾向于是所谓的数理经济的领域。同学你可以去修数学系的相关的数学的课程。那我们自己系上也有非常多比较偏向数理的课程，像是赛局理论啊，或者说是比较进阶的总体或个体的理论。那如果对于你将来想要深造的话，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领域的这个课程可以选。那最后一个，也就是最近就是说我们比较在发展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所谓的资料科学的领域，会强调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这些相关的这些课程，当然我们不可能说真的是可以完整的训练你成为一个所谓的资料科学家啦，但是我们在课程的设计上是让你是有机会走向资料科学的这个路。对，我觉得我可以补充部分，大概就是其实台大经济系算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经济系，所以我们在课程规划上，我们其实是可以提供学生不论是在理论上的相关的课程、相关的训练，还有就是实务上的，就是一些比较是议题导向的，或者是说亲自去操作某些软体的这些课程。那其实你可以选的课程非常非常多。暂停一下，你在刚才的短剧里面可能有看到拥有世界一流的师资力量与实验室，所以这代表台大经济系有实验室吗？有，其实，在经济系，其实应该是说在台大社科院下面，我们有一个台湾社会科学实验室。那这个实验室主要是由这个经济系的王道一老师来主持。那经济学要怎么做实验啊？社会科学其实就像自然科学一样，其实研究者都非常热衷于找到这些变数之间的一个因果关系。假设说你是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你要透过一些问卷资料，你要去找出这些不同变数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困难，因为其实有很多这种会影响你结果的其他的因素存在。那所以其实在社会科学里头，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学习像自然科学一样，有一个非常非常干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验，在里头我们可以去控制我们的控制组，然后去看看我们的对照组在这个实验的这个要素之下，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说，其实，在我们这个经济学里头，假设你所谓做实验，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啦，我们就是会考虑说，你就是有一个空间，那这个空间可以允许一些受试者，上机去做一些实验上的操作，就是例如说回答一些问题。那这个主要的研究人员可以透过控制这个空间里头的这些所有的环境的一些要素，那达到说他想要找到这些变数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其实这也不是唯一的做实验的方式，很多研究者其实他们会做所谓的田野实验，就是他们会真的就是到某个地方，然后去招募他们的受试者，然后一样也是透过他们的研究的一些议题，他们也会有些不同的研究的设计。那一样就是去比较这个对照组跟这个实验组的差别。其实在经济领域2019年的诺贝尔奖其实就是颁给3位发展经济学的学者，那他们其实使用的方法就是实验方法，他们就是去开发中国家，然后去那边去做一些田野实验，然后去找到一些可以解决这些开发中国家贫穷问题的一些关键。接下来可能是一些大家关注有关于就业的一些问题，像是系上是否有跟企业合作或是实习的机会。我其实可以说，就是说，其实很多企业他们也很想跟大学合作，他们会有一些征才的一些广告，例如说他们的暑期征才、实习征才，他们都会先把他们这些征才的资讯，就是先发给我们系办。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就是非常非常的在协助这些企业来征才，也帮助学生去找这些实习的工作。其实我们有一些特定的一些企业讨论说，是不是有一些更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有些合作的方式可能就是说，也许我们会请这些企业出业师，跟学校里头的老师一起共同开课。那这样的话，其实可以透过业师来授课过程当中，可以更认识我们的学生。那还有就是说，现在系上有一门课程，它叫做这个资料科学与社会研究跨域专长。那这个课程，它的最后一门课其实就是要学生去做实习。对，我们称它叫总整课程。所以假如要修这堂课的同学，他一定要在这堂课去业界做实习。那这堂课的老师，他就会负责去媒合学生跟企业。那可能也有很多人想要关注说，台大经济系的学生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去国际上面交流之类的机会？所谓的国际交流，当然一个最重要的管道就是交换学生的这个计划嘛，对不对？那其实如果在台大来讲的话，校级、院级我们都有这些交换生的这个计划。那台大经济系尤其特别，就是我们在系级，我们跟美国的伯克莱大学有一个交换的计划，然后我们跟香港的城市大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都有这样相关交流的一个计划。那经济系的学生逢年过节，可能常常会被问说，你读经济系，你以后可以做什么？那不知道教授你们这边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吗？如果你问我经济系学生毕业能做什么，那我答案是什么都可以做。OK， 那当然就是说客观一点，就是说我们经济系的毕业学生出去大多都在做什么？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说经济系学生毕业大多都会去金融业，但其实是没有到超过一半。也就是说，其实大概只有30%左右的经济系毕业学生会去金融业，那反倒是说将近20% 的学生会继续深造，会走比较学术研究的这方面的东西，10% 左右会进入到资通讯产业里面去，再其次比较多的就是大概会有8% 的会进入到公部门担任公职，但事实上是这样子。我觉得就是经济系，它从它的课程规划，还有它就是我们训练的那个目的，就不是要帮某个特定的行业训练专才嘛。那我觉得说，我们希望经济系的学生可以透过4年的教育，就是在本质上提升自己的能力。那这些能力包括你的这个逻辑的这个思辨能力啊，资料分析能力，还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在这个现代这个社会，最重要就是你有办法去试错，你有办法去批判，因为现在到处都是一些伪造的一些资讯，一些假新闻。那你透过这个经济系4年这样子的训练下来，你就有办法去辨别说，到底这个东西到底是对还是错？你有办法用自己的思考去了解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样的能力，其实在各行各业都非常重要。所以我这边稍微补充一下，我们现在经济系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点是所谓的资料科学嘛。那你当然就会想问一个问题：经济系的优势在哪里？那我觉得最重要是谈的是资料。OK，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以科学的方式去分析资料。那你要分析经济的资料，基本上你需要一些经济学的训练，你才有办法去
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些资料的特性，进而做出正确的分析跟判断。我觉得这是重要的。那也许我们在技术上，在工具上，也许会比数学系的或统计系的训练可能没有像他们的那么的好，但是在对资料特性的了解上的话，我觉得我们经济系有优势的存在。是，好，我可以补充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现在经济系有在推这个资料科学与社会研究的跨域专长。那我们有一个合作的单位，就是我们的露天拍卖。那露天拍卖的总经理，他其实在跟我们聊的时候，他说他们其实现在也在收一些我们经济系的实习生。那他说，其实他们露天其实有很多客户资料嘛，所以他们其实也很想利用这些资料去训练一个模型，可以去对他们的这个未来的销售做一个预测。可是他们就是找了一些就是资工资管背景的这些非常非常会写程式的学生，去帮他们把这些资料去训练出来一个人工智能，想要做预测。可他们就是怎么样做这个预测，结果都非常非常不好。直到说我们这个经济系的实习生进到这个团队之后，这个实习生了解这个背后的所有的这些机制之后，没有花多久时间，他就指出来说这个模型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其实虽然说他们的资料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资料，但是他们的资料都是固定锁定在某个月份。对这些工程师来讲，他们觉得说反正你资料给我，我就是帮你 train 出来一个结果。例如说你拿这个年底的资料，你 train 出来的结果绝对不可能拿来去预测，例如说年中或者是年初嘛，对不对？但是他们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经济系的学生，他虽然说现在可能在写程式的部分比不上那些资工资管出身的人，但是我们还有统计的训练，我们还有经济学的训练，所以一个有这样子广泛了解的人进到一个团队，他就可以起到这种结合不同领域，然后做一个沟通桥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也许可以帮助不同专长的人去找到一个问题的症结所在。经济系的学生就是我们有这方面的，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利益了。我们会知道说资料要怎么去解读才正确。对，是。我们节目到尾声了，那不知道如果你想要来个人申请的话，教授们你有什么读物或是节目推荐大家可以看？ OK 我其实有带了一个书这本书基本上是剑桥大学的张夏准教授的一本书啦。我个人觉得说，如果你想要对经济学有所认识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出发点。那当然有另外一本是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 Roderick 他写的另一本书，那这个稍微再深入一点，如果你对经济学有一些基础的一些了解，那也可以看一下。那我个人的经验是这样，我自己即使我们那年代高中不可能有机会接触经济学，不过我到大学的时候开始接触经济学的时候，这些课外的读物某种程度上也是囫囵吞枣的在看，有时候也不是真的那么了解，但是我觉得你一开始读它，然后慢慢从里面，也许现在没有办法非常的理解在讲什么，但是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接触的东西多了，然后再多看几遍的时候，我觉得每次都会有不同的收获。至少在高中这个阶段，对经济学可能有一点点初步的认识，我个人是还蛮推荐这两本书。那我这个是有点个人的主观意识啦，就是说同学们他们现在接下来考完学测之后，可能开始要准备这些申请资料。那我觉得说，假设说同学们对于未来进经济系是有兴趣的，那从我们刚刚的一些访谈当中知道，我们对经济系学生的期待就是说他是要有一些逻辑思辨的能力。那所以说我会推荐就是说同学们在准备申请材料的时候，尽量可以透过一些文字。我觉得当然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假设要在很短的篇幅里头去表达自己，就会放很多的图片啊。但是我觉得毕竟这个经济学，你假设没有透过足够多的文字来阐述的话，你很难去表达出来你是一个有逻辑思辨能力的人。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对申请经济系有兴趣的同学，其实可以考量一下要怎么样透过文字来表达自己，因为我觉得透过文字是一个比较好的工具。那还有就是说，往年有很多同学在申请的时候，他们都会去借用一些管理学的一些分析方法，就比如说什么 SWOT， 我觉得这个 SWOT 这个东西，说实在真的不太符合经济学教授的口味，所以说我会推荐大家不要再用 SWOT。 好，谢谢。那不知道两位教授对于那些想要读经济系的学生，或是他们有兴趣但是还在犹豫的学生，如果你们可以送他们一句话或一个问题的话，你们会选择给他们什么样子的建议？
我的建议很简单，参加台大经济系的这个经济知识营。OK， 你来参加营队，我相信我们这边的这些会有课程，会有我们经济系的教授，会有我们经济系的这些优秀的学长姐，他们一定可以让你知道我们经济系到底在做什么。所以我觉得来参加经济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我这边的一个给大家一句话，就是说，我觉得经济系的特色，它就是一个多元、一个包容。我觉得经济系的这些课程，不论说是你是什么样的专业，你是什么样的背景，我觉得你只要来修过经济系的1-2门课，你就会发现这个课程当中一定有某些知识跟你的过去的生活经验，或者是你的这些学习，一定会找到一些共鸣的地方。那假设说你真的有幸来到台大，那就算你不是在经济系，我也非常非常鼓励你能够修一些经济系的课或者是通识课，因为在台大这么多资源的情况之下，经济系提供的这些课程能够用一个科学的方法去了解人类怎么样做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启发的课程。非常谢谢2位教授特别拨空前来我们的节目，拜拜。看完刚才教授的分享，你应该很想来读经济系吧？是吧？太好啦！根据往例，台大经济系提供了多元的入学管道，其中繁星推荐分为 A、B、C 3组，分别对应第1、2、3学群。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而去做选择。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想要申请台大繁星的同学，无论是你想要申请哪个科系，在校总学业成绩必须达到前20%，而台大经济的繁星3组也都要求学测数 A 要顶标，英文要顶标。紧接着来看到申请入学，一样分为 A、B、C 3组。A 组参采自然加社会 ，B 组参采自然，而 C 组参采社会。这3组的共通点是，都参采学测数 A 前标，英文前标，也都不看国文。今年收最多人呢是参采社会的 C 组，共收27位；其次是参采社会加自然的 A 组，共收20位。最少的是参采自然的 B 组，只收12位。不要忘记，申请入学还有第2阶段的书审资料和面试。该注意的细节在刚才的小短剧都演给你看了。如果你还想知道更多的话，欢迎参考以往杜鹃花节的经济系影片，里面都有更详细的资讯哦。最后分发入学分为面向自然组的 A 组，还有面向社会组的 B 组。A 组参采数甲、英文，还有比较特殊的物理。B 组跟往年的科目不太一样，参采的是数理、英文，还有地理、历史、公民。而经济系在分发入学并没有任何的检定标准，也就是说你不会因为你数学考后标，然后就考不上经济系。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完全不看国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繁星推荐的3组、申请入学的3组，或是分发入学的3组，组别之间只有在考科参采和招收名额上有差异，入学之后大家学的东西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好了，讲了这么多，重点是我们今年3月在台大的综合体育馆有实体摊位，无论是你想要厘清经济系各种考招制度上面的细节，或是你想要更了解经济学，或你单纯就只是想要来聊聊天，我们都非常欢迎你来。如果你不方便来的话，我们在影片底下资讯栏里面也有问题表单，欢迎你随时提问。不过我们还是希望能在现场看到你。好，那就这样子咯。我们今年3月台大杜鹃花节不见不散，一定要来哦。